在英国的跑车史上，除了迈凯伦和阿斯顿马丁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传奇的车型 MG 跑车。MG 在当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俱乐部，他们准备在举世闻名的银石国际赛道上庆祝 MGB Owners Club 成立60周年。麦克想在这个时候修复一辆 MG 跑车，在纪念日当天卖出一个好价钱。于是麦克来到了100公里外的凯恩这里。他18年前就在凯恩手里买过一辆 MG， 当时的售价只需要1000英镑。而18年过去了，这台1967年的 MGB 跑车的价格飙升了10倍不止，并且车子看起来也不是很好。车子的重量还不足1吨，装配了一台95马力的精硬发动机。虽然车子没有被腐蚀的地方，但到处都能看到时光摩挲的影子。各处的零件已经到了该更换的年限，跑起来吱嘎吱嘎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甚至最要命的缺陷就是没有超速档，只有一个4速的变速箱。麦克还要对此进行升级。虽然车子到处都是毛病，但车子的价格却一点也不低，甚至都不溢价。这真的能看出来古董车的价值会有多高了。还好老板念在多年合作的情分上，价格一压再压，以11000英镑成交了。车子回到车厂的第一步，就是需要将引擎和变速箱都拿出来，要拿到专业的工厂进行升级。猫王经过了4处的打听，终于在朋友手里买到一个2手的马自达 MX-5 变速箱。虽然花了200英镑很便宜，但是拆下查实却发现了问题，4档同步环磨损严重，更糟糕的是已经裂开了。所以这次的修复不会那么轻松，并且还得对其进行改进。因为马自达从齿轮中删除了速度驱动器，他们是从 ABS 极限器中提高速度，而在旧的 MG 车上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猫王要把齿轮重新安装到车轴上，然后在外壳上重新钻孔，接着将套筒焊接到外壳上，这样对尾板的改装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到了组装变速箱的环节，只要将其按照步骤一个个组装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只是在安装前部和中罩的时候，猫王决定去掉以前笨重而且巨大的部件，采用了一个分体式结构，这个更窄更薄，适合小的空间。猫王先给其加热等金属膨胀后，直接套了上去。等最后一块中罩也固定好后，这个变速箱就修复完成了。猫王将变速箱和引擎组装到一起，小心翼翼地把组装好的发动机安装到车上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变速箱在里面刚刚好，这样狭小的空间是无法安装原来的中罩的。接着就是给液压离合器放气，以确保里面没有空气的存在，并且换一个新的5速旋钮来匹配新的变速箱。这时麦克也成功把购买的零件运了回来。还没等他将零件都拿出来，猫王就告诉麦克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由于更换了新的变速箱，导致传动轴的长度过长，所以得让麦克拿去进行修复。而他拿着麦克购买回来的零件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工作。这辆车在公路上行驶了50多年，减震磨损的非常厉害，所以猫王要将其拆解下来进行修复并更换新的零件。他先将拆掉的零件放到清洗室内，把这数十年了的污垢清理干净。等这些都被清理好后，接下来就可以更换新的胶垫了。猫王现在上面涂满了润滑液，利用老虎钳将其安装到了一起。等所有的胶垫都被处理好后，就可以把悬架重新安装回去了。这个悬架和现在的有所不同，看起来有点像沙滩车悬挂的结构，但安装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，猫王将所有的悬架都修复完成。接下来就到了修复内部的环节，而麦克也拿着传动轴来到了附近的工厂。当他把情况说明后，师傅建议麦克重新做一个新的，旧的修复起来要贵好多。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，麦克也听取了师傅的意见。他们来到了一堆钢管前，师傅在其中选取了一根合适的钢管，用机器将其切割出想要的尺寸，并对其倒了棱角，接着用喷枪对钢管进行加热，这样就能把前端成功的插进去，并利用老虎钳将万向节安装上去，然后将传动轴拿到了机器上，对接口部位进行简单的调整。如果传动轴不是很标准的话，在车子运行时会产生震动的情况。随着机器的转动，焊接工作也完成了。等传动轴冷却后，他们就将其拿到了平衡机上。随着速度不断的增加，传动轴的运行也很是完美。麦克将传动轴拿回车厂时，猫王已经将以前的桃木面板换成了新的磨砂黑，并且更换了新的速度表，还给车子重新换了一个方向盘。等把新的传动轴安装上去后，这台60年前的跑车就修复完成了。这次他们的修复费用不是很多，麦克在车商那里花了11000英镑买了这辆车，修复座椅、更换方向盘等零件共计770英镑。购买的2手变速箱和重建所需的零件共花费1100。新的传动轴是180英镑的便宜货，更换新的悬挂弹簧一套100英镑，新的仪表盘和速度仪表146。这次的项目总共花了13300英镑。二人迫不及待地开出去试车，车子行驶在乡村的道路上，仿佛让他们回到了60年前 MG 盛起的年代。正所谓大道至简，这样一款老爷车驾驶感觉极好，因此麦克二人也接到了 MG 俱乐部的邀请，在众多豪车面前展示他们修复的车子。车子刚开到会场就被 MG 的粉丝看中，以15000英镑的价格成功售出，还和客户一起参加了 MG60周年的庆祝活动。以我看来，这个客户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才买的车子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觉得呢？